哇哦！这是可以直接看到百花大教堂的咖啡厅。我们的丁骨牛排来了，还有龙虾意大利面，走到了大卫。实际上看起来也是好震撼哦。底下斜塔本人看起来真的还蛮高的哎。这里左右两侧卖的都是珠宝，然后还有手表，好漂亮哦。感觉到那个徐志摩所说的翡冷翠的那种感觉了。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胜，我们人现在来到了佛罗伦斯。没错，我们现在在散步佛罗伦斯的街道上。那今天的造型呢，就是徐志摩造型。虽然说到徐志摩呢，最有名的作品大概还是《再别康桥》，可是徐志摩呢，之前也有短暂待过佛罗伦斯，然后也写下非常著名的叫做《翡冷翠的一夜》，所以呢，佛罗伦斯也有一个翡冷翠的称号，就是从徐志摩发起而来的。然后这边呢，其实是最有名梅第奇家族的发源地，然后呢，这里就是一个流行的老前锋。这里相较于罗马来说的话，更加的有一点复古的韵味在，所以我觉得呢，这边比起罗马的大鸣大放，更有内敛，然后有一点沉稳的感觉。这边呢，真的算是我觉得相较之下，刚刚走进来就有一股很浓浓的历史韵味在，就是所有的建筑呢，不像是罗马一样有非常多的完善整理，这也就是保留了他们以前比较传统，然后跟过往的人民他们其实就是这样的建筑模式，所以看下来呢，我个人也比较喜欢佛罗伦斯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里呢，也相比起罗马的史诗来说，更多的应该算是言情小说吧。就是感觉上这里还是有一个蛮浓厚的故事底蕴在的。就是整体的街道呢，非常的平静，但是呢又保有一点自己的内敛的感觉。我个人真的还蛮喜欢的。那我们等一下呢，就要带着大家一起逐步去百花大教堂，我们就等你见喽。这是我们在这儿住的饭店。给大家 run tour 一下。现在给大家简单 run tour 一下。左手边呢是一个全身镜，可以看到整个就是今天的 outfit。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的床，超级可爱的。我觉得它的地毯跟配色好 Q 哦，感觉是少女也会喜欢的。果然是代表百合花的城市。然后这个柜子里面呢有冰箱，哇，这个水也太高级了吧，怎么那么可爱啊？是百花大教堂的包装耶，这怎么舍得喝？这里的所有东西呢几乎都围绕着百花大教堂，超级 Q 的，喜欢。我们从窗外看出去的景色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很有那种小城小巷的感觉 ，QQ 的。可是这个好像没有办法完全的打开，它只能开上面这个洞。这边的建筑物好像窗户都喜欢把它们做成往上开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好像有一点点的不习惯。但其他的话都还好，这边还可以看得到街角的人，蛮可爱的。在左手边这里就是浴室，它之间的浴室也是蛮可爱的，它是有点深黑色的感觉。然后这里的洗手台，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洗手台竟然是大理石，好赞哦，摸起来很棒。而且这个晚上我记得好像也不会很贵，我们这次总共会住3晚。那么等一下呢，就在这边整理一下行李，然后等着跟大家会合吧。我们的饭店旁边呢，就有很多这种 library， 哇，看起来真的是很有故事的感呢，感觉很多故事会在这边发生的感觉，好赞哦。我们来到了百花大教堂，好壮观啊，好高啊！实际看真的好大哦，果然是钱的力量，钱的力量。
来到这里呢，不妨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俗称的百花大教堂。这里的百花呢，其实就是指的是百合花，但真实的百合花呢，其实也不是这个佛罗伦斯的象征。它们真正的花其实是鸢尾花，就是上面有3朵花，然后下面有3朵。正确来说呢，其实百花大教堂的花其实算是鸢尾花的一种。我觉得这里呢，相较于罗马来说，好像爬手更加多一点点呢，因为这边的地形其实算是比较狭窄的，那个宽度没有那么宽，所以人在旁边徘徊的时候都会比较有一点点危险。大家一定要随时做好自己的财物，然后还有你的包包一定要锁死的状态，所以避免就是有其他人就是要提高警觉。就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啦，拜拜，你看，好热情哦，台湾，哦 ，Hello， 拜，ciao，拜拜。我们如果问他，好热情啊！耶，好低沉的声音啊！无法教化的那三人组。哇哦！这是可以直接看到百花大教堂的咖啡厅，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 view。好可惜，今天的天气没有到太好，可是还是很漂亮。漂亮的杯子，可爱。刚好遇到敲钟，好幸运哦。我们来到这家 Cinema and Library， 哇哦，里面非常安静耶。坐在这里真的很不可思议的感觉，很像电视剧的场景就在眼前发生。然后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安静，感觉就是可以惬意的，然后慢慢享受电影的时光。然后加上这里的建筑，然后跟这里选片，我觉得都还蛮有诗意的。就是虽然它是没有字幕的那一种影片，可是光看它播放的内容，就会觉得说，真的是一个文化底蕴很够的一个民族。然后他们也有非常多意象的作品，看下去之后真的会非常的感慨，自己可以生在这里，然后看到这个场景，觉得好值得，大家真的一定要来。我觉得佛罗伦斯好像越晚越美耶，相较于罗马来说，我觉得罗马比较适合是白天的美，但我觉得佛罗伦斯到晚上的时候反而更有那种气息，感觉就像是相约在一个随意的街口，然后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就是有拿着红酒，然后慢慢品味的那种感觉。我们晚餐来吃这家扎扎，是很有名的丁骨牛排店，好期待哦！
我们的丁骨牛排来了，还有龙虾意大利面，马铃薯泥，还有烤蔬菜。好朋友吃饭喽！给大家看一下这龙虾有多大。我等下吃。蛮好吃的，对了，蛮好吃哦。直接看这个5分熟的丁骨牛排。佛伦斯绝对是最棒的城市。这个5分不会太深诶，而且可以吃得到脆脆的口感。我一直在旁边点头。真的。好吃吗？这白酱也真的很好吃，没事。面也好吃，然后丁骨牛排也好吃，龙虾也好吃。第二摊加海鲜，然后刚刚的白酱面，那个海鲜面太好吃了，忍不住续加。所以大家一定要存这一家，然后记得预约，提前1个月预约。这晚餐真的是吃的太满足了，太好吃了，太好吃了！甜点来了，提拉米苏跟布丁，布丁看起来好特别哦。我应该拍一个漂亮的。提拉米苏，布丁可能是因为吃到上面，因为上面那个焦糖。布丁好赞哦！布丁后面的焦糖是脆脆的，1米吗？布丁我没有得比啊，他说1米而已。那天的提拉米苏真的很强，对，真的很强。布丁好厉害，布丁。这个你就吃一勺，拿着他们的明信片，抓到的超级好吃的，推荐大家一定要来。我们大概刚刚吃了1个人人均1500吧，其实也不会很贵，就也推荐给大家，记得要来预约哦。Pisa Centrale, prossima fermata, Pisa Centrale.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吃午餐，所以先来隔壁的麦当劳吃麦当劳。我吸引的是因为它的汉堡感觉比较不一样，就是跟平常在台湾看到麦当劳不一样，所以就点这个吃看看。真的好酷啊！对啊，我把它加回去。它其实咬起来跟麦香鸡差不多，只是它就是有2个鸡肉，所以是 double chicken， 然后加一点 BBQ 的酱，我觉得吃起来跟台湾的差不多可是因为它是现做的，整个热热的超好吃的。哇哦！实际看真的还蛮震撼的耶，很高的感觉。比萨斜塔本人看起来真的还蛮高的耶，感觉挑高应该有差不多12米左右吧，超级无敌高的。然后后面就可以看得到非常多的螺旋状，虽然今天的天气可能比较不太好，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拍应该也是可以拍得出来它那种壮观的感觉。那既然呢都来到了这里，不妨还是要跟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比萨斜塔会倾斜的原因。因为比萨以前呢其实算是一个海港的城镇，但因为呢它是属于在阿诺河的下游地带，所以时不时呢都会有一些沙石啊或是泥土从上游然后慢慢冲刷到下游来，就会把比萨这个城镇呢越来越往外拓展。从以前的海港位置呢到现在来看，差不多也有往外扩展了10公里左右了，超级厉害的。那比萨中塔呢比较特别之处，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使用大理石的材质，所以大理石相对于像佛罗伦斯或其他的中塔而言，它就会是更加稳重的。所以你想想看，在比较细软的沙子上面盖了很重的建筑物，随之而来的话就是它会慢慢的有点倾斜。
虽然政府呢在当时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但还是希望可以持续把它往上盖，所以就最后呢盖成了这种有点倾斜的样子。当这个铁塔呢越来越倾斜的时候，随之而来当然也会有人身的安全，所以现在的政府呢为了还是保持它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构，可能在5层楼或者是8层楼的地方，它的左右两侧会有比较不一样的长度来支撑它的结构。那除了改善高度之外呢，政府也下令要抽取地下水，把原本比较松软的沙石还有比较泥土的水分把它抽干之后呢，让下面的泥土更加的坚固，来稳固原本的地盘。其实到现在的科技演变呢，比萨斜塔是一定可以扶植的，可是因为这个建筑物真的是太有历史性，还是一个超级神圣的地标，所以后来的人们就还是维持了这个原本倾斜的状态，让更多的人可以亲眼看到这个比较具有特色的建筑物。第二天的晚上，一样来吃很有名的丁骨牛排店，好期待哦！来了一个花，有点像炒饭耶，还有洋葱汤。丁骨来了。他没有点找他搜索那个。salute。今天的牛排，您的牛排，川，好，奶婆的汤。它是昨天好冷。但是不是要插一块给你？你高哎，那你帮我插一块，你插第二块不一样的牛排，就没有想要吃那个。它有个特别的味道，对吗？帮我插，不是啊，太油吧？这个比较厚实，另外一个比较软一点。这个蛮干的。我们吃完了刚那家牛排店，大家都一致认为昨天的渣渣比较好吃，我也觉得。我觉得这一家店比较惊艳的应该只有洋葱汤。如果说海鲜面或者是牛排的话，我确实觉得渣渣还比较推荐给大家，因为渣渣还蛮够味的。我觉得昨天的渣渣真的是第一名，很推荐大家可以来佛罗伦斯定位。你自己最喜欢什么？我最喜欢是炖饭，海鲜炖饭。海鲜炖饭呀。昨天那家好像没有点炖饭哦，没有，只有面。昨天那家虽然只有面，可是它的每个面都很滑顺，我觉得它的那个橄榄油真的有差，就是你可以吃的是很顺滑的那种口感。但这一家店我觉得好像就有一点点，它的味道比较偏分散，就是它比较没有那么集中，就是同一个味道让你顺下去的感觉。但是刚刚吃的那一家店好像是前100名的牛排店，就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牛排前100名之内，所以我觉得好像因人而异吧。因为我们都不太吃肥肉，所以它突然有创了一个比较油脂多一点点的那种肉质，我们就比较吃不下去。但如果你是也跟我们一样的话，还是推荐你们两家也都可以试看看。但大概呢，我一个人是比较喜欢，就是跟你们做分享啦。爱着大家。30太怕，耶！你也开始喝酒，喝酒棒啊！八角棒了，大家都开始醉的，喝酒不好，大家。我们要来拍这个拍贴机，复古拍贴机，2欧、3欧，这边要3欧。杀一下我。一组一组拍也可以吧？这样1、2弹起啊。好了，按喽。
哦，来不及，它没有亮灯哎，出来了。你有拍照吗？有。哦，好像蛮可爱的。哎，真的湿湿的哎，湿湿的哎，湿湿的。Hello， 大家好，今天是第3天，我们今天要去看大卫，要去学院美术馆。然后今天终于出了一个蓝天白云，好赞哦！可是我们今天是佛罗伦斯的最后一天了，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把握今天有美好的阳光，然后到处拍，然后去看一些蛮想看的一些历史文物，然后还有一些艺术品。等一下呢，就带大家去看一下大卫。那等等呢，要先去看的学院美术馆，它其实算是比较学术性的一个馆内，因为其实这里以前呢都是给佛罗伦斯他们的学生，然后进行参考还有复制临摹，所以接下来会看到的作品比较多都还是一些学生们他们在进行创作，然后临摹版画的那种感觉。相较于就是一般的美术馆而言，学院美术馆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几乎的作品都是复制品，所以除了大卫之外，很多的作品可能没有办法让那么多人可以立即就领会它是怎么样的创作，但是你好像又有看过它一样，就是因为这里的馆内珍藏呢比较多都还是学员他们跟比较著名的画作啊，或者是里面的雕像，然后自己复刻的，所以如果你会看到一些比较像的东西，那其实就算是他们不一样的学员然后做的作品。大家记得要下来换票，就在旁边正对面。领到票了，大概长这样子。进来了，映入眼帘就是这个古罗马时期的雕像。我记得在领主广场上面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作品。这个雕像呢，就是在讲说最古老的古罗马人民呢，很多的男性他会直接抢夺女性来帮自己生育儿女，最上方就是被抢的女子，然后下方呢是他的爸爸。整体看起来呢，就是有一个非常狰狞的感觉，然后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生动。侧面看这个女性，她其实是有点转过身来的，就是她身体虽然是被抱走，可是她的肩膀呢还是望向了她的父亲。感觉这种小细节真的是还蛮生动的哎，就是真的有人体工学的那种感觉。然后男性呢，就是不顾一切的直接抱走了她，然后把她的爸爸压在了地下。我觉得看起来是还蛮特别的一个表现手法。转个弯就看到大卫了，哇，这样远远看还是非常的震撼呢，就是真的感觉到大卫是一个很被宝贝的一个馆藏之品。但在讲到大卫之前呢，还是要先不妨带大家看一下左右两侧的石头。这左右两侧的石头呢，大理石其实也都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哦。他们这4个作品本来就是有教宗来请他做的，然后总共有4个奴隶，但为什么都只有雕刻到一半呢？其实之前米开朗基罗有讲过一句名言，就是他是说自己并不是在雕刻，而是将原本已经存在的形象，然后从石头中解放出来。所以你会看到他真的是有一些真的有在解放在那个挣扎石头的感觉。可以看到这个手，我也觉得很特别。特别的原因就是不在于说它虽然是没有呈现出来整个手的轮廓，可是可以通过那几个细小的线条，然后可以看得出来它真的是有手，然后再慢慢从石头里面挣脱的感觉，就是这种体验好像不是一般人就可以做到的。左边的这个雕刻品也是，你可以看得到他的手臂线条，虽然还没有完全的让手全部都出来，可是他的脸已经慢慢的若隐若现了，好像就在从石头中慢慢被解放的感觉。我觉得那种表现手法其实也是蛮特别的。然后在这边有4幅作品是有一个
教宗，然后请米开朗基罗来帮他制作的。可是因为在晚年的时候，刚好就是米开朗基罗他已经完成了圣殇，完成了大卫，所以他就是慢慢成名之后，然后刚好时空背景下，梅第奇家族又已经有点被解放了，所以他就没有背后的资源支柱，所以等于说他就只好去到后面的。他就只好被罗马聘去，就是有更多的报酬、更多的奖励，然后他就是这些作品都没有完成的雕完，所以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其实算是米开朗基罗里面极少数有全部完成的作品。然后到其他两面就可以看得到，它都是有一些真的在石头供出来的感觉。虽然有些线条它很像是轻轻的雕刻个可能几笔，或者是有几个手指线条这样子。可是你真的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真的是有一种想要挣脱出来的感觉。走到了大卫，天哪！实际上看起来也是好震撼哦，而且越走近越觉得它的细节处理得非常好哎。既然在这里呢，就看到了大卫，不妨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眼前的大卫是谁。他其实是在公元前1000年的以色列国王，也是你们目前看到的那个扑克牌上面黑桃 K 的形象。他呢其实算是比较矮小的身形，可是这一次要面对的敌人呢却是一个巨人歌利亚，所以呢他就是在准备要迎战的时候，然后屏气凝神的那种感觉被复刻了出来。所以当他拿起手边的石头，终于战胜了歌利亚之后呢，就有种以小博大的那种精神在，就会被世人所喜欢。另外呢，在这个时空背景下，刚刚有说到，因为美第奇家族他已经被逐放了嘛，所以接下来的家族呢就要来接管这个佛罗伦斯的城镇，所以他就希望米开朗基罗可以用这个以小博大的寓意，然后来雕刻这个大卫。雕刻完大卫之后呢，虽然梅第奇家族还是重新复燃了，可是他并没有把这个作品给烧毁，反而是很坚信米开朗基罗是一个雕刻奇才。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呢，他是要放在百花大教堂旁边的顶楼，可是因为他真的是最后雕刻完的太重太完美了，最后呢就决定要把它搬到了领主广场上。所以现在你们在领主广场呢也会看到有一个复制品的米开朗基罗。其实一开始呢就是这个本尊放在这边，只是因为经历了长时间的风吹雨淋，所以呢最后这个大卫还是被保存了起来，放在这样的学院美术馆里面。真的可以想象在当时的米开朗基罗是有多受美第奇家族的青睐。亲眼看到他之后，真的很难想象这是米开朗基罗在26岁到29岁之间，然后就建筑完成的作品呢。果然算是一个奇才，在26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非常精湛的雕刻技术了。买了一本大卫的书，然后还买了一个3张的明信片，大概是2个佛罗伦斯的，我觉得都还蛮漂亮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大卫的雕像，大概是长这样，总共花了我差不多16.35欧元左右，换算成台币差不多是700块左右，我觉得还蛮划算的诶，其实没有到很贵，因为一本书大概12块左右，大概500块吧，然后其他的都是1欧元，我觉得这样逛下来真的还蛮喜欢的，而且加上我自己呢也还蛮喜欢大卫这幅作品，所以还蛮开心的，终于又买了一些战利品。今天再次来到了百花大教堂，果然有蓝天，真的是不一样哎，好漂亮哦！嗨的狗狗，我们来拍这个很有名的阿卡多。我们想要点一个第3排最下面的 Original， 还有左上角第一个是 Pistachio。
现在这个阳光很漂亮，推荐大家如果之后来到佛罗伦斯的话，一定要来找这一间阿斯卡朵店，好喝，可是真的就是有一点点太甜了，因为它的冰淇淋超级浓厚的，建议大家如果觉得太甜的话，要备一下水，不然真的会喝一点点咳嗽，那就推荐给你们啦。米开朗基罗广场，好汉坡。干嘛累了啦？干嘛要爬坡了？拍拍人，拍拍海，好漂亮哦！但也好累哦，好惨。值得，但请艾迪帮我拍张美的朋友。终于走上来了，大家可以定位在米开朗基罗的广场，但真的好累哦，需要休息一下。我们从老桥那边走过来，差不多要25分钟吧，因为是上坡路，所以大家走得比较慢一点。但是整体看下来呢，还是非常的震撼的，就很漂亮，感觉到那个徐志摩所说的北冷萃的那种感觉了。好险今天天气很好，但我因为里面还是穿发热衣，所以背后整个都是汗。大家如果要来这边的话，记得一定要带水来，不然真的太热了。哦，就环小脚吧，漂亮漂亮，拍张。照片大赛。哇，买了啦！哇！到东边来看林球，哎，你看他冷眼旁观。到了米开朗基罗广场，上面有一个青铜版的大卫在这边矗立着整个佛罗伦斯，然后下面的话也是他的作品，好帅哦！真的，大卫就变成米开朗基罗的代表作了。然后在这边呢，除了可以眺望整个佛罗伦斯之外呢，附近有很多小摊贩，然后还有咖啡厅。如果大家累的话，也可以这边休息一下，好漂亮哦！我们骑了自行车来到老桥，这里还蛮热闹的耶，人很多，然后看起来真的就是有那种旧旧的，然后很像翡翠城的感觉。这里左右两侧卖的都是珠宝哦，然后还有手表，感觉都是比较高单价的东西。在这里好像真的算是贵族吗？贵族会来这边买东西的。然后加上老桥这里的商店，我觉得看起来都还蛮有那种沉甸甸立体感的感觉。从老桥这边望出去的景色，然后到刚刚的米开朗基罗广场，这个水真的是很漂亮哎，超级蓝的。反正就林泉跟东边啊，这边都已经在44多号，他们已经摆好 pose。你说是这首歌吗？详情请看大力的 IG。对，完美完美。同款照。好，
哇，杰伦同款，杰伦同，走对了，看对，看右下，对，哦，对，没错，杰伦同款，杰伦同款 ，Part 2。这一次来到佛罗伦斯，真的还蛮有不一样的体验的。而且今天的天气也还蛮不错的。原本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还是觉得比较喜欢罗马，因为这一边比较多就是旧旧的建筑啊，然后美第奇家族等等的历史。如果你是比较喜欢雕塑作品或者是文艺气息的话，感觉罗马还是会比较适合你，那边会比较现代一点点。然后这里佛罗伦斯呢，比较像是臭臭的言情小说，就是真的感觉到整个人民都比较臭一点点。相较于台湾来说的话，应该就是在台南的城市吧。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台南的那种氛围感的话，应该也会喜欢这里。那等等呢，我们早上要去吃亚洲菜了，所以我就在这边先用个漂亮的晚霞跟大家录个结尾。所以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也请不要吝啬你的手指，在底下帮我订阅、按赞、分享。我们下一站呢，即将要去威尼斯啦，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吧，ciao。